蓝忘机皱眉，似是不悦他的说辞。魏无羡看他沉下脸，倒是挺开心。生气最好，气跑了以后，天涯海角永不相见，省得每次出现都惹人家烦。金陵见魏无羡往自己这贴，脸色这才缓和了点儿，可嘴上还是不饶人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带你回金陵台，你什么用心自己清楚。喂，人家好歹也就过你，撞那一下多疼啊，不是担心你干嘛要找罪受？蓝景怡还认得莫玄羽的脸，虽然嫌弃他是疯子，但好歹在莫家庄得了对方，出手相助，这会儿下意识对回去。景怡，蓝丝追拉住他，对金陵礼貌地行了一礼，脸上却没多少抱歉的神色。金陵本就担心魏无羡的伤势，被蓝景怡一强调有多痛，更是激起了心中的不满，一时间怒火中烧。那不满是针对自己的，战场跑神，反应太慢，还连累别人受伤。金公子，你若不愿让莫公子回金陵台，可否让他跟我们回姑苏疗伤？莫家庄一事上，他与我和景怡有恩，不能不报。蓝丝追挡在金陵和蓝景怡中间，和旁边的韩光君交换了眼神，开口调和，措辞不卑不亢，于情于理。哼！金陵虽想讽刺他们姑苏蓝氏自诩仙门礼仪标杆，管得还真宽，又碍于蓝忘机在场不敢说出口，掉头就走的同时，扫了处在旁边的魏无羡一眼，喊道：“还不跟上！”魏无羡顿时心花怒放，心想简直是救命，如今他没有发言权，要是被带回姑苏，只不得报完恩就是审问了。趁金陵给他台阶下，连忙跑过去，还笑容灿烂地对几位蓝家小辈作揖：“谢谢哥哥们的好心，不过我有更想去的地方，下次再找你们玩呀。”蓝景怡一阵恶寒，魏无羡满意自己制造出来的效果，心道这下蓝家应该会放弃继续和一个疯子打交道了吧。望着他故意走得歪歪斜斜的身影许久，蓝忘机攥紧剑柄，此人身上谜团太多，修习邪术，运用熟人，还对金小公子如此重视。蓝忘机摇摇头，是自己魔怔了，怎么能随便将一位鬼修错认成是他呢？明明在多次问灵未果后，就已接受现实了呀。直到再也看不清那人的背影，蓝忘机才收回心绪，又变成了毫无破绽、强大可靠的韩光君。他交代蓝家小辈帮忙运送大范山的伤员，自己则打算去乱葬岗一趟。因虎符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一切似乎太过巧合，他需要去找温宁确认万鬼是否存在异动。刚刚遇见来到夷陵熟悉的街上，就见到了匆匆奔来的鬼将军。温宁见到是他，动作迟缓地刹了个车，后退几步，一到来人面前。蓝公子。凶尸明明是不会喘气的，温宁却止不住要深呼吸，才得以平静下来。你有没有见到魏公子？轰的一声，蓝忘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别人提起魏无羡的名字了。10年前，对方作为一代邪尊，鬼道鼻祖，光辉事迹在大街小巷广为流传。穷奇道劫杀后，他与江澄、金子轩联手找到下咒人，为魏无羡洗清冤名。后与乱葬岗温情处得知对方想报答恩情，又不愿拖累江家的苦衷，一时之间，夷陵老祖虽修邪术，却侠肝义胆的言论在民间风靡传颂。可好事往往没法像罪大恶极的过错一样遗臭万年，很快就被人遗忘，销声匿迹了。仙门百家联合商讨，除了定下派人看守乱葬岗，上缴阴虎符于金家，鬼敌陈情于江家等规矩后，也不再一起此事。或许他们的嫉妒亦或忌惮之心仍在作祟，就算夷陵老祖没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，也希望他死个干净。蓝忘机虽心绪起伏，表面却是一派冷然，耐心等温宁继续说下去。我听见了魏公子的命令。鬼将军声音笃定。听到那句还不醒后，他就忙要循着声源赶过去，忙对姐姐言明此事。两人在不可置信后皆是欣喜。可那之后，魏无羡便没再下过任何命令，或者吹奏出引路的笛音。那点熟悉感很快湮灭于黑暗中，再也寻不得方向。你跟我来。蓝忘机对大范山遇见的人的身份又笃定几分，本想让温宁回乱葬岗，若真是魏婴重生，鬼将军私自行动，加上阴虎符失窃，恐怕正合了设计者的愿。转而考虑到温宁认主这点，还是决定让他跟来。毕竟他急于确定事情的答案，不想再吊着一颗心于悬崖峭壁，患得患失了。
哦，好。有韩光君看管，温宁也不用顾忌避开人群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前去寻找公子。临近金鳞台，魏无羡把小苹果和金陵的马一同拴在山脚下的马厩中，并肩步行上山。他正和金陵一路闲扯，拐弯抹角想打探师姐和江城的状况。金陵开始还担心他的伤，又嫌弃山脚的医馆破旧，想着带人回金鳞台用最好的药，还清人情，就立刻把对方赶得远远的。谁知魏无羡看上去完全不像有事儿的样子，说着说着还讲起他爹和舅舅的坏话。金陵气不打一处来，只想把人丢在这算了。喂，如兰，你等等我呀！方才爬山爬的腿都软了。